好多人識我劉家輝係一介武夫、光頭和尚，淨係識打。其實我仲有一樣嘢識打嘅，就係打 band。我覺得音樂對我嚟講係唔可以離開，功夫亦都對我嚟講係唔可以離開。劉家輝最為人熟悉嘅係佢武打形象，佢出身自紅極一時嘅劉家班，講到身手十分了得。除咗武術之外，劉家輝仲有好多傳奇。就係功夫片最經典嘅招式嚟啊！咁啊唔係經典，其實我拍一系列嘅功夫片咧，都係以紅拳為主啊。因為由細至大，我跟劉家良都學紅拳嘛。譬如有陣時你睇到我成日做有呢個 pose 㗎，係嘛？嗱，咁我通常都係咁。呢一日，家輝仲專程示範當年喺電影入邊所施展嘅武功套路，係擒拿，即係將人鎖住，當一擋一搭一搭。我咁樣已經屈咗你㗎啦！自小中意武術嘅劉家輝，10歲起就拜劉家良父親劉湛學武，武術根基十分之深厚。可能家輝天資聰穎，深得劉家良師傅嘅愛錫。家輝19歲嗰年，劉家良更加帶家輝入影圈，仲喺自己投資電影《陸亞彩與黃飛鴻》，俾家輝一嘗做男主角嘅滋味。由77年到84年，兩個人合作功夫片超過20部，感情比親兄弟仲更加好。咁好啦，我拍戲係經常好多受傷，因為有意外。因為嗰時我哋嗰個年代拍戲咧，劉家良係好主張用真嘅兵器打嘅，成支影槍吉咗入去，仲係督到我嗰係邊個？係劉家良督到我嘅。有一場戲我係打個鐘樓，喺個鐘樓打鐘嘅，打我突然間係暈咗，突然間眼前，我記得當時我 feel 到我嗰度眼前一黑熄燈，啪冇晒知覺人。因為嗰陣時係冇冷氣㗎嘛，我哋個廠，咁啊可能係透支過度暈咗啦，嗰次就好危險啦。即係唔做呢行啊，或者點樣？有冇試過？我曾經試過放棄唔拍，就唔係為咗辛苦，為咗劉家良日日咁鬧我。嚇？點解？咁鬧我。嚇！好惡㗎。好惡嘅。鬧咩咧？係你做得唔好啊！啲動作。做得唔好梗㗎啦，但係我嗰陣時一大個仔啦，俾少少面嚟好冇啊？都鬧到我人個人頹喪啊！有陣時真係好慘嘅，自己匿埋喺廠尾嗰度喊。哇！大男人都咁啊！家輝有一身肌肉，加上功夫一流，順理成章令佢走上武打小生之路。成名作首推《少林36房》。謝家律院主持《弟子書》。最令佢意想不到嘅收穫，就係凡有華人嘅地方就認識呢一部戲。當時日本、台灣更加成立家輝影迷會。呢一套戲嘅光頭造型，為佢贏得東方尤伯連納嘅稱號。呢一日，佢喺化妝間就諗起當年影圈光輝嘅戰績。嗰時邵氏嘅化妝間有3個大房，3個大房咧，每間大房咧，我諗都有成200尺。第一日踏上去呢一間你夢寐以求嘅化妝間嘅時候，感覺係點咧？咁啊，有阿嬸咧就俾杯茶你飲。今日你食咩早餐啊？咁冇幾耐咧就，我哋嗰陣時有個化妝師咧係即係而家就係叫即係而家 TVB 嘅輝哥啦。佢化過不少大牌嘅明星㗎啦。即係我啱啱坐喺度，我覺得哇都好榮幸啊！佢親自落筆喎，跟住棒姑同我梳頭喎。踏入80年代，武打電影開始進入低潮。85年，家輝就離開邵氏去外國拍戲。到89年就轉投電視圈。有嘅。又諗翻嗰陣時真係，邵氏係一個大家庭，其實我哋係佢嘅仔，由一個零開始乜都唔識嘅，咁啊俾佢養育我哋長大。今日嘅邵氏已經冇再好似以前咁樣繼續生產啊，冇繼續咁運作落去，係可惜呢樣嘢。家輝最深夾 band 玩搖滾樂，喺01年佢同一班志同道合嘅朋友斥資30萬喺火炭設置 band 房，1星期練一次。其實幾時開始玩㗎？其實咧喺我年代係好中意係音樂啦，即係披頭士嗰陣時候就已經係中學6年班開始玩吉他㗎啦。
哦，喂，你點分配時間？又中意學功夫，又中意音樂。我功夫係當一種運動，嗯。但音樂係代表係俾我一種減壓，俾我一種思維咯。當我投入演技嗰時候，我會滿腦子都有個音樂嘅思想喺度。嗯。咁啊，你講對白啊，或者打功夫都要節奏噶嘛。我將個音樂嘅節奏擺喺我腦嗰先。48歲嘅家輝以前做過電影大明星、導演，依家做電視演員，事業上面經歷過唔同嘅起起落落，亦都一一勇敢面對。喺訪問結束嘅時候，我哋要求家輝揀一首歌代表自己。叫做怎麼捨得我難過。咁其實嗰隻係愛情歌嚟嘅，但點解我中意呢隻歌咧？我覺得我經歷好多風風雨雨、成功失敗咁樣。有陣時我成功嗰時，間唔中會好囂啊，得罪好多人。我希望得罪嗰啲人對我，俾我一樣嘢，唔好做，唔好要我難過，要我去改過好過啦。美麗的夢何時才能出現？親愛的你，好想再見。